若不是无人机发现，不然很难想象，在这密林深处，竟然还隐藏着几栋泥土老屋。我们在飞无人机的途中，两只雄鹰骤然出现，不断盘旋在无人机旁边，差一点就扑向无人机，着实捏了一把冷汗。上山的路口被荒草掩埋，几乎难以辨认。我们沿着狭窄蜿蜒的林间小道徒步攀登，路边没有防护，一侧便是悬崖，一路上只有鸟鸣虫响相伴，有些路段还被山上的树木阻挡。等我们登上山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老屋门前开辟着成片菜地，几栋土房古朴沉静。如今这里只剩一对年过70的爷爷奶奶在此留守。广西村寨热闹繁盛，后人大多迁居山下。爷爷奶奶格外淳朴热忱，邀请我们进屋喝茶，述说此地过往，还送来自家种的瓜果。爷爷依旧保留着抽旱烟的老习惯。时光在此悄然放缓了脚步，不妨跟着镜头驻足，一同看看这座山野古村落如今的模样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大家看看我周围的环境，是不是杂草一片？但是没想到，在我身后这座高山的山顶上，居然还有泥土房的存在。现在还有人居住吗？走吧，跟我一起徒步上去，一探究竟。嗨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又到湖南醴陵的大山深处来寻幽探古了。走到这里，我感觉这条路好像很久都没有人走了。但是我们刚刚用无人机简单的探寻了一番，发现山顶上居然有几栋泥土房，而且上下山只有我眼前的这条羊肠小道能够上去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准备徒步上去看看。整个通往山顶的路就只有这么一条，旁边有潺潺的溪流声。要不是我们的无人机发现这座山顶上有房子，不然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，居然在路口旁有那么一条被杂草掩盖的小道，竟然可以通往这座山的山顶。整个这条路就是一条林荫小道哇，整个这里面全部是杂草一片。哎呦，有蚊子蚊虫不停地在我耳边侵扰我。哎呀，说实话，现在都不敢往这个非常多草的地方走了。走你想象一下，像这样的路，你说骑摩托车是不现实的，只能是徒步。你看上面，哇，你看一下，最近湖南连续有暴雨有台风过来你看山上的沙树挡在路中间了。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人居住看样子这条路很久没有人走的样子哎呦，这山里面就是蚊虫太多了。这是被别人砍下来的呢，还是被风刮倒的呀？现在还无法判断是人为的还是自然倒塌的。是的，我觉得这些树应该是枯死了，然后被风给刮倒了。现在看上去，我应该可以判断出来了。你看看，这应该是人为的，过来的，是人为的。割断了是吧？别人砍的树。山里面的小虫子都钻到我眼睛里去了。是所以
住在这里真的是与世隔绝呀。这条路啊，真的是七弯八绕的。在这里好像能听到伐木工在这里砍锯树的声音呢，听到了吗？幸好我们走的是这条路。是吧？这边完全挡住了，幸好我们是从这里绕上去的，不然的话这边没法过去。感觉这条路是平时没什么人走的，路上都长了青苔，是吧？是的。下雨天呢，脚都会打滑的。这棵树的树皮都被剥掉了。哎呀，拦路树啊！我只听过拦路虎，现在遇到的是拦路树。峰回路转，山路18弯。整个是呈陡坡上山的趋势，攀登。幸好这条路现在走的并不是特别滑。你看，从这里望过去，一路上都是倒塌的树木。你说这座山上曾经会不会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啊？毕竟我看这个山上有些地段还是蛮开阔的，像是以前的房屋地基。弯弯绕绕就到达了山顶上的一个山坳了。你看，现在走的这条路还真的是一个林间小道，最原始的道路。这里的位置离下面山谷的最底端垂直高度接近100-200米了。郁郁葱葱，层峦叠嶂，是什么样的人至今选择隐居在这样的山顶上呢？哇，走到阴凉处就很凉快了。哎呀，就是有蚊虫围着我耳边嗡嗡作响的。它主要是飞到我眼睛周围了。其实整个这个山谷里面啊，全部是这种竹子。这些竹子其实可以挑选一些长得好的，可以用来做很多用途。就比如，如果用于美食的话，可以做竹筒饭，也可以做家具、凉席之类的。做很多各种各样的竹子制品。这边也是一大片的竹子，很多都老化了。现在走到这个山里面啊，非常的安静，只有我们2个人的脚步声，悉悉嗦嗦的。你看那是芭蕉吧？以前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是一个古村落。你看这里都有一条岔路下去啊，以前有人居住的地方啊，基本上会种植一些芭蕉树。你看这个竹子倒塌了。竹子老化了，倒塌在路中间了。好，你钻过去吧。这么看来，这条路应该很少有人走啊。可能居住在上面的是老人，平常不怎么下山，
所以上下山的道路呢，基本上荒废了。我感觉应该快到了。哎呀，我们是马不停蹄的，基本上没休息，一直往上面爬。这是一个篱笆吗？是啊。哦，没有围起来，他只是把这个菜给围起来了。哦，他这里种了好多菜是吧？哎呀，种了一些南瓜之类的。哦，到了这个山顶上的一个山坳里面，我们无人机看到的几栋房屋就是这里了。哇，这里还种了好多玉米呀！哎呀，这泥土房，嘿，看来是有人居住啊。门前晾晒了衣服啊，你看它这个玉米啊、南瓜、冬瓜啊，长得都特别好啊。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在家吗？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哦，有。爷爷你好。好来，我们来这里玩了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我带了点东西给你们吃。不带。带了这个蜜枣，然后这个是面条。哎呀，好凉快。好，走。你们是一直住在这里哦，没下去吧？我刚刚走上来的这条路啊，那个最下面那个杂草啊，全部封住路了。全部封到了。你们平时没下山去吧？不懂下去。这个夏天的话，这泥土房住的舒服哦。漏了，包不得漏了，到处漏了。啊，到处漏水啊！哎，要不是要捡拾一下哟？捡不得了哇，怕捡不得路了哇。啊，瓦片捡拾了吗？瓦片顶到了，我不敢爬了。刚刚在外面好热，到这里面来就好凉快了。爷爷贵姓？小姓唐，姓唐啊。年纪有多大哟76岁了。76了。奶奶也有60岁了吧？差不多60。哎，这里是板栗树哎哦，这个板栗长得还有蛮多的嘞。今年估计板栗又是大丰收了。你们自己板栗也是每年搞了几百斤喽？没有啊？没有。这里现在就只有这几栋泥土房了。这里现在就只有这几栋泥土房。对。都会垮，都没捡不得就会垮。哦。到处都有漏大雨，到处都。下大雨就很麻烦哦。漏啊。我看这个房子应该是做了还修缮的还挺好的呀。都是漏，到处都烂了。那平时你们也很少下山去了。都跑的。没得事。难怪我说走上来的这条路，哎，我刚刚走上来好像看到好多路上堆了好多沙树啊、砍的树啊，把路挡住了。对。是其他人砍的还是你砍的？其他人砍的。哦，下面后山人砍过。哦，其他人过来砍的树。这个时候差不多山羊也是3、4点钟放出去了。对，点零么都3米。哦，3、4点钟的样子吧。哎呀，这上面热还是有蛮热哦。晚上凉快不？凉快，晚上凉快。要么一点风扇都不得凉快。晚上啊，风扇吹一下。平时也没有其他人到这边来玩呢。可能别人不知道，你是隐居在这个世外桃源，没有人知道。没得好多人来。这边有一栋泥土房，这边泥土房基本上是养鸡都在这边。这个板栗还没成熟，看到没有？
这个就是乡里面的板栗，还没成熟，要到中秋节期间才会成熟。这边是一棵小的板栗树，那边还有一棵非常大的板栗树。刚刚这位奶奶说，他们这个房子啊，下雨的话漏水比较严重啊，都慢慢的会倒塌。要是没有人住的话，早就倒塌了。那边有一栋房屋没有人住，现在你们也没有种田，就是种一些菜了。对。这边是厨房了。对。这个是灯，我看一看啊。哇，家里还是收拾的好干净哎，阿姨。啊，我看看啊。可以。这是这种老式的灶台。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它这个楼上楼下呀，这房子。这个。这里啊。哦，这里是碗柜哦。哎呀，这个碗柜是安装在那个墙里面。你们这个房子应该也有几十年了啊。哎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柜子的那个底下垫砖块啊？是吧？它这个为什么要垫砖呢？因为防潮是吧？对，因为毕竟是泥土房还是泥土地面嘛，所以还是比较。既然是防潮的话，那说明这个地方应该是湿气比较重啊。哦。住久了会不会关节不通啊？爷爷奶奶听不清楚。他说这个地方湿气重吧？不蛮重。不蛮重啊，山顶上还好。要是山谷里面的泥土房的话，夏天晚上的时候就很冷，冬天就更不用说了，会更冷。然后泥土房它这个地面啊都是直接接触这个土地，然后下雨的话它那个会带动湿气往上升，所以在长期生活在这里面的话，就会关节就会很痛，会得那个风湿，也会得关节炎，是吧？你们身体好吧？身体不蛮好。不蛮好啊。平时小感小冒应该还那个吧？应该家里都备了一些药吧？都没买，吃豆豉。啊，吃中草药。吃豆豉，为这个豆豉的豆子的嘎巴。哦，因为煎糊吃。哦，煎水喝，就是自己解决。搞个包包吃就好得了。是吧？因为你们下山还是不怎么方便，要是遇到紧急情况，哎，这上面手机有网络吗？有网络吧？有网络。这上面有网络，那打电话还是可以了。打电话可以。是吧？那就还好。拿老年手机，那用个。哦，老年手机还是可以打电话。我看到你们家安装了卫星天线呐，应该是可以看电视了，家里。养了一些鸡是吧？鸡，就养了鸡了，鸭子养了吗？没养。啊。是啊，养了几十只鸡吧？几只鸡？只养了几只啊？哦，生蛋吃，是吧？你们都不怎么下去，那平时吃的肉嘞？肉买一点呢。就是偶尔会下山去买一点，放冰箱。对。哦，以前这山上住了多少人呐？以前呢也有50-60个人。这山上哦，陆陆续续的都搬离这里了。对。哎呀，现在就只有你们2个人留守在这个大山里面。我们这里也是一个小组。一个小组啊。我底下还有对山里还有蛮多蛮看的土地。在山顶上。对，是山顶。啊，在上面。现在没有人住在上面了。垮得了。啊，房子倒塌了。今年做生意弄了钱，买屋改进去了，做哦。都在外面发展去了，做生意赚到钱，都买房子到下面去了，没有人愿意再留守到这个山里面了。那你们种的菜一般会拿到下面去卖吗？没得卖过。没得卖的啊。今年雨水还可以哦。虫加的了。虫啊，你们自己的菜没打农药吗？没有打，没有。
没打农药就被虫吃掉了一些。哎，本来我想买点肉，但是下午这个时候来了，怕臭掉了，所以就没买。对，不要拿东西，来玩一下，来走一下。啊，我去看一看。这是玉米吧？玉米哦，还没长起来不？老的喽。老了能吃不？老了吃不动了。有没有嫩一点的呀？没得了，还老了。全部老了。全部老了，这几天都冷过去就老的。你上面玉米上面撒一些石没了。灰呀、为什么要撒石灰呢？老虎灯啊。哦，有老鼠会那个咬哦。哎那你撒了石灰之后就不会有虫子啊、老鼠啊。哦。你这上面养了猫吗？养了一大猫，那老虎就多了。这个去年2只是没有老虎，今年养了一只它就。老虎多。咬不了这个老虎。哦。老虎多了。老鼠多了，一只猫忙不赢。对。啊。老猫。那你多养几只猫，让它吃老鼠啊。把玉米籽呀全部收下来，然后再把它晒好，冬天的时候要喂鸡。去年都还有一点。哦，去年都还一点点呢。哎呦，这个就是鸡可以吃好久啊。是吧？这鸡是的，所以你养的鸡都是非常健康的。你是有几个孩子2个女儿。？2个女儿。回家了。都成家了。都成家了。逢年过节的时候来这边。对。平时的话，估计上班也没时间来。对。我刚刚一路上走过来，很多蚊虫啊，在我耳边嗡嗡的响的，对呀，挨着我的耳边叫的。今年特别多。今年特别多。多了。雨水多，然后你整个周边这边全部是竹子。雨水多就蚊虫多一点。来奶奶，我帮你拿。像那个是烤火盆吧？对。哦，你们这边大概11月份就差不多要烤火了吧？应该是阳历哦。对呀。阳历11月份了，也就是国庆节之后哦。对。差不多晚上就要烤火了。对。白天不，夜晚就烤火。是吧？对，晚上嘛，就是早晚温差大嘛。好多山里面人家都是买的这种烤火的。哪家都有。家家户户都是这种。这属于陶器啊。陶制的。哎，我看到也开裂了一些。红头。啊？红头做的。哎，我看到也开裂了一些哦。有些开。是的，应该可能用久了会有那个。这是你自己种的紫苏还是野生的呀？求的有，等它吃就生。哦，自己种了一点，后面它自己发出来好多。就这样搞嘛。哎。这个东西竟然能吃嘞！真佩服先发现这种东西能吃的人。是的呀。山里面有没有一些金银花呀？对，就像凉茶，我也是。哦，喝凉茶。哎呀，真的是你们家这么多宝贝啊！我也有茶嘛。哦，壶里面啊。哦，就是枸杞茶。哦，就是泡的这个茶呀。看一下。这是枸杞茶泡的。我去东我都吃枸杞茶。是吧？是的，你是搭配了好几种，有鱼腥草、车前草，还有其他的竹什么，还有蛮几种药啊。哎呦，那好啊。你自己蜂蜜是什么样子的呀？你灌的吗？灌的有啊。灌的有。那就是。丢到了也很多的也是加温。是吧？这个纯正的蜂蜜，它这个都没有结晶哦。山里的温度。你要是放冰箱里就会结晶的。对呀，你不是吃就是叫。结晶了吗？哎呦，不要这么多，太甜了。爷爷抽的是旱烟吧？对。平时就是抽这个旱烟。对呀。我看一下你是怎么弄的呀？哦，临时用这个烟草。哦，就是这样拿一张纸折起来。看看。
哦，就这样卷一下就是旱烟。嗯，哦，然后就这样抽的呀？啊对。那你都不用到外面去买香烟抽了。嗯，没有钱买呀。没有钱买，住在这里面，生活成本要低很多。我看一下。每年喝，那每年都是过年。哦，这个旱烟种在这里应该也不多吧？还是后面还是种了呀？种了好多吗？这个前面种的有几十株啊。有几十株啊，够你一个人一年。啊，对呀。一年够你一个人吃了。嗯，对呀。但是这个盐它没有过滤嘴。没有过滤的，会不会对肺部会有很大的影响？不是，没过滤嘴会对口腔有影响，哦，会对没过滤牙齿。对牙齿啊。含在嘴巴里面不过肺的话，那只会对嘴巴有影响，不会对你的肺有影响。但如果你要是过肺的话，就会对你的肺和口腔都有影响。但是如果你吸烟，如果你不过肺的话，那就别吸烟了，知道吧？好了，那我们回去了。以后有机会再来玩啊，看一下冬天或者什么时候再来。冬天的话，我就给你搞点肉来，那个带肉的话就不会臭掉。像这夏天的话，就温度太高了，冬天的话就还好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谢谢奶奶，拜拜，祝你们身体健康。回来哈。好，下次有空再来。没想到啊，在这山顶上，居然居住了2位年过70的爷爷奶奶。他们在这山顶上过着非常惬意的田园生活，在这里养家禽、酿蜂蜜，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美好呢？好啦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